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在高位，确诊病例数已超4.1亿，病亡人数超过585万。此时，中国能够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势头，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实现经济社会复苏和持续发展，所依靠的法宝之一便是动态清零策略。在欧美多国逐步取消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之际，多家西方媒体接连刊文，肯定中国抗疫成就令世界受益。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周五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7例，其中本土病例80例。周六下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周五，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0.7575.2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12.3254.3万人。目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从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根据新冠疫苗研发使用进展情况，目前国家卫健委已经开始部署续贯加强免疫接种，未来加强针可1元接种非灭活疫苗。续贯接种又被通俗地称为混打，是指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按照一定的接种时间间隔及接种的剂次，为了进一步提高预防效果，同时考虑安全性所采取的一项免疫策略。对于目标人群来说，同源加强免疫接种和续贯加强免疫接种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研究数据表明呢，同源加强免疫和续贯加强免疫都能够进一步提高免疫效果。会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还批准了深圳康泰公司和医科院生物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同源加强免疫接种。深圳康泰的新冠疫苗去年5月初获批国内紧急使用授权，6月1号开打，是广东省首个获批紧急使用并启动接种的新冠疫苗。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次发布会前夕，北京刚刚清零中风险地区，北京通信行程卡也正式摘星。截至周三0时，北京市丰台区本轮疫情以来划定的29个封控区、15个管控区已全部解封，北京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疫情之下如期举办的2022北京冬奥会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自信和从容，获得了国际社会盛赞。事实上，北京冬奥会成功的关键就是疫情防控，无论是完备有效的泡泡防疫措施，还是种种黑科技提供的智能化无接触服务，国际奥委会对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工作高度赞赏，认为防控措施行之有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周五就表示，北京冬奥会是新冠疫情下举办的一次伟大的奥运会。我们知道，冬奥会之前，中国的这个疫情防控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那么在为冬奥会做准备的时候，那么我们采用了这些经验，进行闭环的这个管理，是吧？行之有效。中国实行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把人民的生命放在了首位，采取的一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而人民也感受到了这样做带来的好处，那么自然也会全力拥护。而处于闭环内的外媒记者得以亲身体验中国式防疫，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也有了更正确和清晰的认识。曾经多次参与撰写攻击中国疫情文章的《纽约时报》记者就在节目中承认，中国抗疫成功是基于体制的成功。Definitely,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ally tried to hold up its success in controlling the coronavirus as validation for its model of governance. And they've really harped on that in their messaging to the citizens, saying, look at the chaos of the West, and then look at us at home. We have a relatively normal life. Our economy is still going. We haven't had these crazy lockdowns. This is China's success. This is the success of our system. 彭博社也向美国民众谈起了清零的好处。华尔街日报更是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应对疫情，是因为人民信任政府以及人民相互信任。比起所谓民主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信任。人民越信任政府或彼此信任，一个国家就越能有效地应对疫情。一些外媒之前认为中国的防疫限制显得小题大做，但现在这样的声音似乎偃旗息鼓了。人们显然意识到，唯有如此，才能在成功办好奥运会的同时，不让整个体育界都被新冠病毒感染。当他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抗击疫情取得的成果，社会生活井然有序百姓
过的一种非常平和的、安全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事实教育了他事实使他认识到中国的抗击疫情是成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偏见。中国抗击疫情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是可以拿来与其他国家分享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学习中国的这些经验。当前全球疫情每日新增确诊数依然触目惊心。世卫组织官网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周六0时20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4.1865万474例，累计死亡病例585万6224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德国出席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就表示，一些国家认为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这种想法是危险的。他呼吁各方加大合作力度和资金投入，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共同威胁。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今天第二批内地援港医务人员抵港，目前香港每日确诊数仍居高不下。那您对香港战役现状怎么看？内地驰援将带来哪些助力呢？童弟你好，香港的疫情呢依然严峻，这个确诊案例和初步确诊案例呢居高不下，医疗资源仍然紧缺。但是呢，这内地支援香港抗疫的力量正在入港，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团体也都在积极的行动。深圳市及广东省其他地方呢，也在确保供港这个抗疫物资及生活用品呢有更多的行动。那么从目前的形势看呢，内地和香港呢都在全心的抗疫，抱着生命至上的信念，在切实的行动。就像香港这个歌曲中呢所呼唤的那样，伸出手相助，盼相助，用你热诚心我，赶走痛苦折磨，一起去帮，一起去助。这呢是1991年呢华东水灾的时候，香港艺人们动员社会捐款的主题歌。现在呢似乎成为内地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行动写照。今天呢由广东省调集100多名医护人员入港，协助香港抗疫。还有一些企业呢，除了捐款捐物资以外，特别暖心的提出一些服务。像广州一家国企呢，就向香港老人呢捐出2500台智能手机，既可以安心出行，也可以记录行程，补上防疫漏洞。现在呀，内地支持香港抗疫的行动呢正在加速，相信呢是一定会见效的。北京冬奥会安全举行，西方媒体似乎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防疫政策，对此您怎么看？北京冬奥会呢，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实力，告诉世界中国防疫政策的有效性。人们呢对动态清零也有了新的认识。记得在冬奥会前呢，相当部分海外媒体认为啊，从世界各地引进超过1.5万人，对中国防疫抗疫来说呢，恐怕是一场豪赌，并且认为啊，冬奥会有可能是中国的疫情控制前功尽弃。当冬奥会这个赛程呢完成大半的时候，人们发现啊，中国的动态清零呢，蛮有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众和政府啊之间是相互信任，而这一点呢，恰恰是美西方等所谓民主国家所做不到的。有美国学者就指出，西方民主最大的威胁呢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是党政间的死磕。那么从经济角度考量呢，一些西方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呢，虽然清零政策呢有成本，但中国呀确实是实现了低死亡率和尽可能少的经济中断。这呢也是2年前呢每个国家所追求的，只有中国呢做到了。那么每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呢，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医疗水平上的。中国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方式呢是独特的，那么能够做到动态清零。其他国家呢没这样的条件，也就做不到。但是呢，他们污蔑和抹黑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那就不对了。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呢，就不会对中国的防疫政策不议论不歪曲了。他们呢，出于政治目的，还会继续的对中国的防疫政策说三道四，还会呢把防疫措施与所谓的人权自由胡乱的联系起来。他们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奢望他们会客观公正的看待中国的一切。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再就乌局势发表讲话。
尽管16号开战预言破产，但拜登不顾打脸，依旧嘴硬，称普京已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首都基辅将成为目标。但拜登再度确认，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作战。美方反复炒作战争预期，乌克兰东部频传局部冲突，错综复杂的乌克兰局势将如何演变？张红、简居波、刘和平点拨关键。克里姆林宫宣布，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周六将亲自指挥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涉及俄空天军、战略导弹部队、黑海舰队等诸多部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将与普京一道参加演习。美联社就在报道中直言，在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入侵之际，这场演习是来自俄方核力量赤裸裸的提醒。据塔斯社周五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战略威慑力量演习是事先计划好的，为了检查各军事指挥部门、战斗编队、舰船机组以及导弹运载装置的备战情况，并检验战略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可靠性。期间，俄军将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声明还指出，演习涉及俄罗斯空天军、南部军区、战略导弹部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等部队。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很可能会出现在战情控制中心，这样的演习和发射训练，国家元首自然不能缺席。你们知道著名的核手提箱、红色按钮等等。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普京总统将如何参与演习的细节不属于公开范围。首先应该看到前一段时间的俄白军事演习，主要是常规武器或者说常规的部队的一个演练。那这次的战略演习，它肯定会涉及到战略打击，也就是核武器的这样一种演练。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俄罗斯军事施压手段有所上升。从一般意义上的这个俄乌冲突的潜在的这样一种威胁，向俄与美国、俄与北约之间的这样一种战略对抗的这样一种意识，通过这样一种显示实力呢，我觉得因为普京希望在这个这场博弈中，俄美博弈中提高声调，或者加大施压的这样一种力度。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现在举行的一系列演习绝对透明，不应引发任何担忧。Учебные запуски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акет – это такой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й процесс, весьма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гулярный. Ему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целая серия уведомлений различным странам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каналам. Все это четко регулируется, и ни у кого это никаких ни вопросов, ни опасений, ничег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заранее все оповещаются. 佩斯科夫提到的核手提箱是俄方保存核武器行动密码的装置，共有3只，分别由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掌管。2019年，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时，俄美罕见公开了核手提箱内部画面。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вот здесь лежит така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флеш-карта, котора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а, и это один из тех ключей, которые закладывается. Сказать честно, на этом мы подробности работы этого чемодана раскрывать не будем. Заметим только одну вещь, что этот чемодан, безусловно, не новый, это времен. 俄媒表示，俄罗斯为发起核打击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基本上只有当俄罗斯遭遇核打击时，总统才会下令打开核手提包，动用核力量实施报复。佩斯科夫的这种核手提箱或者是核按钮的这些暗示，实际上呢，也是在提醒西方，就是说在安全保障条约上谈判的过程之中，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妥协是大于所谓的对抗，而核武器的战争对于双方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呢，俄罗斯一方面想谈判，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呢，他现在确实手里头也只剩下核武器这个核按钮的这样一个威慑力量。虽然俄方一再强调演习透明，但来自西方的担忧还是出现了。美联社周五注意到，虽然说俄罗斯的确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但黑海舰队史无前例地加入了其中。该报道还称，在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入侵之际，这场演习是来自俄罗斯核力量赤裸裸的提醒。就在周五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黑海海域进行舰炮射击演习。
按照演习计划，莫斯科号对企图利用导弹来袭击舰队基地的假想敌空中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作为演习的一部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还对海上目标进行了炮击，以海上靶标和漂浮模型分别作为远距离假想舰和水雷，对其进行炮击。在演习过程中，莫斯科号共击中超过50个假想敌空中目标，演习按照计划顺利进行。此外，普京周五与到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双方对正在举行的两国联合军演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强调俄白联合演习具有防御性质，不会威胁任何人。而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表示，乌克兰东部局势再度紧张，乌克兰政府需要尽快坐到谈判桌前，和乌东部民间武装进行谈判，而履行新明斯克协议是乌克兰重回和平的保证。Констатировали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еларуси, что залог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мир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сняти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округ этой страны является выполнение минск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Все, что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Киеву, это сесть за стол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Донбасса и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меры по заверш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а. И чем раньше э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тем лучш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ямо сейчас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напротив, обостре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на Донбассе. 乌克兰局势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周五，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开幕。在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乌克兰局势深感担忧。他呼吁各方应特别注重言辞，缓和而非加剧紧张局势，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I still think it will not happen, but if it did, it would be catastrophic.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diplomacy. All issues, including the most intractable, must be addressed through diplomatic frameworks. And it is high time to seriously de-escalate. 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恢复线下会议，据主办方介绍，共有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上百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确定出席本届会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早些时候表示，出于种种原因，俄罗斯官员不会参加慕安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透露，普京总统将不会亲自或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届慕安会。这是俄罗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没派官方代表参加慕安会。创始于1963年的慕安会是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素有防务领域达沃斯之称，是观察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的重要窗口。周一，主办方在柏林发布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主题聚焦摆脱无助感。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希望借此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如果西方不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乌克兰问题就难以获得真正解决。欧洲在战略安全方面的无助感只会有增无减。当地时间周五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讲话时，依旧坚称普京已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无首都基辅将成为目标。他甚至又给出了所谓入侵时间表。近来不顾俄方多次否认，美西方不断渲染俄入侵说，导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乌东地区近来更是炮火不断，地区居民正遭遇严重的人道危机。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e Russian forces are planning to and intend to attack Ukraine in the coming week, in the coming days. We believe that they will target Ukraine's capital, Kyiv, a city of 2.8 million innocent people. 此前一天，拜登还只是说莫斯科入侵的威胁非常高。仅过了一天，他就给出了明确的入侵时间表，未来1周或几天内。不过，当被问及白宫可能有哪些关于莫斯科决策的证据时，拜登拒绝详细说明，只是说我们拥有强大的情报能力。而美方之所以反复渲染俄罗斯入侵说，在拜登看来，这不是因为美国想要发生冲突，而是为了阻止入侵。不过，拜登同时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作战，而是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随后，拜登话锋一转，称外交永远是一个可能性。But I say again.Russia can still choose diplomacy. It is not too late to de-escalate and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在周五拉开帷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称，在过去24小时至48小时内，俄罗斯已经开始制造虚假挑衅，试图为攻击乌克兰找到借口。对于所谓入侵指控，俄罗斯已多次否认，斥责其为歇斯底里和假新闻。俄方指出，俄罗斯可随意在本国领土调动部队，这不对任何方面构成威胁，俄方无意对哪国发动攻击。北约发表所谓俄方有意入侵乌克兰的言论，是为了给在俄边境附近部署更多军事装备找借口。当地时间周六，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俄罗斯不想要战争，希望能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一直呼吁各方遵守明斯克协议，但其他各方并不是这样想的。乌克兰方面也努力淡化入侵威胁。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同天表示，并未发现俄罗斯全面入侵。下周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在欧洲举行新一轮会晤。有报道称，两人或为领导人峰会做准备，以解决共同的安全关切。这也表明缓和乌紧张局势仍有外交空间。国际社会应该对此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惕，应该来说敦促所有相关方能够回到诺曼底模式、释放模式而且回到这个明斯克协议。好，相关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关于俄乌16号开打的预言虽然破产了，但他仍然嘴硬，声称相信普京已下定决心推进全面入侵乌克兰计划。那您对此怎么看？其实对于俄罗斯是否会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拜登的预言已经是好几次被现实打脸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仍然继续信誓旦旦地对外发布着自己的预言。很显然，我认为拜登仍然想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揭穿俄罗斯的所谓侵略阴谋，以阻止俄罗斯的所谓全面入侵计划。而在我看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喜欢特立独行、出其不意的普京，越不会让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剧情沿着拜登提前透露的剧本再走。根据当前俄乌局势出现的3大最新动向，也就是第一，乌东部地区莫名其妙的重燃零零星星的战火，当地亲俄武装力量指控是乌克兰政府军率先发动袭击，而乌方则一脸无辜地予以否认。第二，在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没有导致难民产生的情况下，普京却下令协助乌东地区亲俄武装撤离当地70万侨民。这种劳民伤财的撤侨行动带给了外界一种不祥的信号。第三，俄罗斯国家杜马在事先没有征召的情况下，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议案，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地区闹独立。我认为这些都预示着，虽然俄罗斯不太可能大举进攻乌克兰，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即将会打响一场局部的独立战争，也就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亲俄武装将在俄方的支持下闹起武装独立，并将乌克兰政府军赶出这2个地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10几万俄罗斯大军不会公开越境参战，他们将会在俄乌边境继续待命，以对乌克兰政府军保持高压态势，阻止乌克兰政府军进行武装镇压。只有在乌克兰政府军不听招呼的情况下，俄罗斯军队才有可能会出兵阻止。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第一，俄罗斯的初步战略目标既不是全面拿下乌克兰，也不是阻止北约东扩，而是要在乌克兰没有遵守明斯克协议的情况下，先行肢解乌克兰。第二，乌克兰将在丢掉了克里米亚之后，再度丢掉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这2个州。第三，乌东地区的独立战争，同时也是代理人战争，将会全面升级。同时，鉴于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与北约将很难找到发作的借口，而乌克兰也将因此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对于普京今天亲自指挥俄战略威慑力量举行大规模演习，甚至俄总统发言人特别预告核手提箱会现身，您又怎么看？如果说俄罗斯屯10余万大军于俄乌边境，
是为了吓阻乌克兰政府军，让他们不得轻举妄动的话，那普京这次亲自出马，参与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的军演，其威慑对象显然就是美国与北约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告诉美国与北约，在卢甘斯克及顿涅茨克这2个州进行独立战争的期间呢，你们都不得以各种方式干预与插手。而在事实上，由于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跟不上的原因，在用常规武器打常规战争上，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与北约的对手，甚至是连打乌克兰都得费相当大的功夫。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唯一还能够让美国与北约感到恐惧的，就是其战略核武器与远程打击能力。这也是拜登政府一开始就怒切，表明即使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国与北约也不会参战的原因。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美国在面对那些不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包括朝鲜战争时候的朝鲜、入侵科威特时候的伊拉克，以及当年的南联盟，采取的可不是这样一种态度。虽然这些国家也不是北约成员，但美国与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该介入时就果断介入了。唯独面对俄罗斯，美国与北约才保持了高度的自我克制，早早的就给自己画下了自我约束的红线。也就是说，面对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核力量的俄罗斯，美国连一贯善于玩弄的战略模糊牌都不敢打了，而是一开始就打出了战略清晰牌。我认为正是因为把准了美国与北约的软肋，普京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进一步亮出自己的大杀器，提醒美国与北约，俄罗斯不仅拥有这些大杀器，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敢于使用这些大杀器。而俄罗斯与普京的胆量，既是乌克兰闻风丧胆的原因，也是美国与北约望而生畏的原因。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民进党当局日前以防止核心关键技术外流为借口，通过《台湾安全法》《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正草案，增立经济间谍罪，究竟有何针对性和恶意？林玉芳深入剖析。欢迎回来，来关注台湾。民进党当局以防止核心关键技术外流为借口，周四通过《台湾安全法》《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正草案，扬言严惩敌对势力的经济间谍。据台媒报道，此次修案的重点矛头指向大陆，针对大陆企业经第三地赴台从事投资活动，提高罚则，最高将处12年徒刑，并扣1亿元新台币罚金，甚至未遂犯也可开罚。对此，岛内各方纷纷反对，呼吁民进党不要借此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民进党当局周四通过所谓《台湾安全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增订针对大陆的经济间谍罪。修正案明定，任何人不得为境外敌对势力提供核心关键技术，违者最重可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1亿元新台币，约合2270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修正案还增加了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之域外使用罪。违者最高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以5000万元台币，约合1136万元人民币罚金。台行政部门会议也拟通过《两岸条例》修正草案，增订受岛内执政党当局委托或补助达一定标准，从事涉及核心关键技术的个人或团体、法人、机构成员，结束委托、补助或离职未满3年，前往中国大陆需先通报并经审查许可。违者最高可罚1000万元新台币，约合227万元人民币。涉及台湾核心技术的人才返台也需要通报。为避免陆资假借他人名义掩饰隐匿身份或资金来源赴台投资，修正案规定，陆企于第三地区投资之盈利事业，若非经许可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违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四声称，高科技产业是台湾重要经济命脉，近年所谓红色供应链渗透台湾产业情形日趋严峻。苏贞昌辩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防止重要关键技术外流，有必要在法治层面建立更严密完善的防线，加以有效管理并遏制不法。消息一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质疑，如何有效执行且不致对产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他指出，该修正案说明及苏贞昌的言行都强调针对大陆，让人怀疑目的仅为对抗大陆，操作抗中情绪，并非真正保护关键核心技术。不只是左正东，台当局此举也遭到了党内各方广泛抨击。两岸的问题基本上来讲是政治的问题，要政治的问题要有政治智慧去处理它。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要稍微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巴了啊！我是不反对台湾去修法，但是你刻意有针对性的话，我觉得对两岸关系的伤害，我只怕是会很大，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分析认为，大陆市场广阔，台湾当局若是真心希望两岸向好发展，有意促进岛内经济良性循环，就应该鼓励人才流动，鼓励企业之间积极互动，鼓励互通有无。现在的做法无疑是在两岸之间制造敌对情绪，阻碍人才流动，不符合经济产业规律。此类法律一旦修改通过，对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会产生寒蝉效应。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曾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通过修法等手段，不断进行政治操弄，煽动两岸敌意，限缩打压两岸正常交流交往，实际上已经造成台湾民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变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恐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已经在台湾社会造成了绿色恐怖。他们企图以此来谋取政治私利，不得民心。那如果在两岸关系上面，大家在搞得太紧张的话，就变成两岸之间连一点点的联系都会切断了，最后这一点的经贸的联系都会切断了。不要去刻意的小题大做，你小题大做的结果，我就认为会对两岸关系的冲击会变得更大，会变得更糟糕。